哇，我抓到了个在水上跑的蜥蜴，没错，它叫双冠蜥。哦，简直太幸福了！这是货真价实的成体公双冠蜥。我操，被子弹咬了，被子弹咬了！我叫玉筒，喜欢去世界各地探险寻找昆虫。我在哥斯达黎加的丛林里面住了25天，来看看这里的生活吧。欢迎来到雨林时钟。在丛林住了2周之后啊，这条吃了我大便的黑狗，跟我也算是亲上加亲了。但是啊，自从发现它吃了我的大便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摸过它。小黑昨天晚上跟别的狗爆发了冲突，把外面来了一条不知道哪里来的狗给打跑了，让他自己有点受伤，那个鼻子有点受伤。这么高，这小鬼叫马蒂亚，这一大早一个人在那洗手呢。我觉得养孩子啊就要这样放养，不能整太精致啊。当然了，安全第一。我在当地的睡眠啊是非常稀碎的，有时候是有时间就睡个1个多小时，然后再醒来到处晃悠。不是很想起床。昨天本来想多走一会儿，太高估我了。今天想去哪儿？昨天晚上看到的那只叶子宗司 Mammalia 居然还在这儿。说真的，我在这已经20天了，居然还能发现不同的配色。在过去的2周多里，我发现过纯绿的啊，纯褐色的啊，褐色带点绿的啊，黄色的，反正是一大堆。有时候啊，感觉大自然真的很像一个颜料盘啊。这种拟态叶子的宗司啊，大多数行动上看的都不是很聪明啊，你去动它、扒拉它，它都不怎么动。你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这种宗司啊，它可能不需要这么机警的动作。什么动物需要机警的动作啊？就容易被发现的呗。它藏得这么好，我并不觉得它在丛林里面很容易被发现。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要先把奥斯卡的亲家公送到山脚的村庄里。奥斯卡的亲家送回去，他亲家这个得了个癌症啊，我也不好问是什么癌症。然后把他先送到山下，他们也是在对我表示感谢。当然了，我觉得比起他们收留我的这段日子，这点小忙根本不算什么。Mantis family， 我呢刚把老人送好，我决定今天强度低一点。前几天在丛林里面强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我们很多时候找虫的时候啊，不一定要钻到林子的很深处，其实林子的边缘也有很多的昆虫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去看看那些林子边缘的，在大马路边上的和人类比较接近的这些昆虫啊，在哥斯达黎加这边到底跟林子里面有哪些区别？你看啊，这蝗虫在这群居呢，它们啊就可能会通过身体之间的摩擦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叫苯乙腈。这种化学物质啊，主要会用来驱赶鸟类啊、小蜥蜴之类的天敌。等它们成体之后，再分开扩散，那就不会再产生这种化学物质了。而且啊，它们的颜色也有一种警告的味道。还有啊，这个苯乙腈还可以进一步合成氢氰酸。这个东西啊是有毒的，所以为什么蝗灾的时候这些蝗虫不能吃，就是因为啊，它们体内含有这种毒素。晚上啊，就好多这个路边就有这个宗司。在这吃花的哦，其实我本来看来是更大的，但是好像不太容易过去。哎呀，哦，这有只大的。这个叶子上很容易就发现这种体型比较大的宗司。这个宗司被我吓到之后，直接就张开翅膀开始逃跑。你看它翅膀里面是黑色的，那这种颜色，这种深色的颜色啊，在突然张开的时候啊，会暂时吓到一些猎食者，在这些天敌犹豫的时候，它就看准机会马上逃跑。来，这有只双冠蜥，不过这一只啊看起来不是很大，你看头上的那个冠还没有起来，希望今晚能够找到一只大的。
这只安乐蜥正在睡觉呢。那蜥蜴啊，都是晚上睡觉的。它感受到我的光线之后，哎，眼睛睁开了，但是很有可能啊，这个大脑还在宕机，没有完全起来。哎呀，这个香蕉好还没熟，看着很诱人，那野生香蕉。哦，双冠蜥终于看到了，这只啊，应该差不多就成体了。好家伙，这货真价实的超级高冠啊，不，超级双冠。这个双冠蜥特别厉害，在一些纪录片里面啊，它们能够在水上逃跑。那我为了抓它，那么还好，这只是在树上。哇，看，我简直太幸福了！这是货真价实的成体公双冠蜥，可以在水上跑的那种。这也太帅了哇！我的手被它挠得不像样了。这个在睡觉，这睡觉的时候晚上也很难找。That's a millipede.挖，就路边水坑，它就待在这儿。这是个游走猪啊，已经出了那么多小蜘蛛了，哇！你看它妈妈就在边上，哎呀，密密麻麻的，真的是厉害啊！这个路上最惬意，真的是很不忍心踩它们。You know, every time when I see these leaf cutters, they just working 24/7. It kind of hits me, like. They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time, like long before human ever showed up. And as time passes, and even now, like we change part of the jungle, but they're still out there and just doing what they have done for millions of years. 这个也算是这边的可可果，它跟南美不一样，这边是黄了，它熟了啊，南美那边它是这个紫了，熟了。这是一个2指树懒，居然啊在可可树上睡觉。其实树懒啊是很容易从树上掉下来的，我之前啊就遇到过一次，这个树懒从树上掉下来了，还好没摔死。这儿有2个草莓箭毒蛙，这个箭毒蛙啊，它体表分泌的毒液，主要就是生物碱。这个生物碱通过黏膜和血液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它可以和神经细胞里面的钠离子通道结合。那结果呢，就是会导致啊这个细胞膜没有办法关闭钠离子通道，而破坏神经冲动的传导。那也就相当于啊你这个肌肉它就会一直收缩，然后麻痹，那最后呢就导致死亡啊。听上去是不是非常吓人啊？所以啊尽量不要去触碰野外的箭毒蛙。当然了，很多人工饲养的箭毒蛙，它因为饲料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去提取生物碱来合成毒素了，所以啊，人工饲养下的箭毒蛙它是没有毒的。不过呢，我觉得这种美丽的生物啊，还是在野外最好看。意犹未尽，准备去这个对面的这个林子里面随便转一转，还拿了把砍刀。方便我开路，走起，不好走啊，这路。我操！我被子弹咬了，我被子弹咬，我靠！刚被咬了一瞬间，我就想着要拍视频，但是你知道被子弹咬是什么感觉吗？被子弹一咬，被子弹一咬就像一根铁棍，把它烧红了之后，卷到你的肉里面。
给你搅拌2口。闭好一瞬间。The pain feel like a shotgun blast under my skin. Just pure poison spreading like fire. And foot was bad enough. If that sucker bit my neck, wow, that's game over.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哇，整个脚，整个脚在抽搐。咬到我脚背了。哎呀，我现在感觉我的整个脚，从我的脚背，从我的脚背到这根筋，一直到这儿。不行。这个脚没有力气了。子弹椅最危险的一点，也不是说最危险一点吧。子弹椅有点恐怖的一点就是，它是东一只西一只的，所以你很难去预判它在哪里。而且当子弹椅它感受到人类的时候，它会主动凑上来咬你。不行，我得在这坐一会儿。坐会儿真的非常小心。哎呦我操，还有这个白蒙。子弹椅和红火蚁咬起来，2个级别的东西。子弹蚁不会是世界上咬人最惨的蚂蚁。哎呦，这一波回来，这些空军，哎呦，今天真惨，前半夜还行，后半夜又是被子弹一咬，于是空军明天再待1天，后天换地方。You see something we don't see? What? You didn't see it? No! You guys didn't see it! You guys didn't see it!